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生活看似一切都好，却觉得心里空空的。明明很努力，却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。甚至有时候，只是一点小挫折，就能让你情绪崩溃。如果你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别担心，你并不是孤单的。越见成长与你分享一本书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，透过一个童话故事，经历一场温柔的心理咨商，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学会理解自己的情绪，并慢慢找回生活的希望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以经典童话《柳林风声》中的角色为背景。故事里，因为陷入忧郁和无力感，蛤蟆决定去寻求心理师苍鹭的帮助。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，蛤蟆先生逐渐理解自己，学会观察情绪，看清内心的声音，并且一步一步找回了生活的力量。这本书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把艰深的心理学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故事，让我们好像跟着蛤蟆一起坐在心理师对面，一边听着苍鹭的解释，一边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有人会问，心理咨商有什么用？不就是聊天吗？但心理咨商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专注的倾听与理解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身边的人或许会听我们说话，但很少有人能持续长时间的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，没有评断，没有打断，只是单纯的理解。咨商心理师就是这样的存在，他们陪伴我们一点一滴的梳理情绪，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。这种被理解的感觉，对情绪低落的人来说，往往比任何建议都更有力量。在第一次会谈中，苍鹭就送给蛤蟆一个工具——情绪温度计。这个量表很简单，从1分到10分，1分代表糟透了，觉得人生黑暗无光；5分代表还算过得去，不算快乐，但也不太差；10分代表非常幸福，心里充满满足与喜悦。为什么要这样量化呢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情绪，但只要给它一个分数，就能更清楚地知道我现在的状态在哪里。当你学会观察情绪，就能及时调整，而不是等到彻底崩溃才惊觉不对。情绪不是敌人，它其实是一个讯号，提醒我们该停下来照顾自己了。随着谈话的深入，苍鹭告诉蛤蟆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3种自我状态。1. 儿童状态，这部分的自我会表现出最原始的情绪，快乐、愤怒、恐惧。比如遇到挫折时哭闹，想要依赖别人，或因为自尊受伤而退缩，这些都属于儿童状态。它保留了我们的纯真、创造力和玩心，但有时也会让我们容易脆弱、敏感。2. 父母状态，这是我们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声音，可能是严厉的批评，也可能是充满期待的压力。当我们内心想起，你怎么那么没用，你一定要努力才值得被爱，这些声音就是父母状态在说话。有时候它会给我们安全感，但更多时候它会变成压力。很多人长大后依然被这种内化的批评捆绑着。3. 成人状态，这部分则代表理性与成熟，它能分析现实情况，依据事实而不是情绪来做决定。当我们能够跳脱情绪反应，冷静思考现在最需要什么，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，就是成人状态在运作。而真正的心理成长，就是学会让成人状态逐渐主导生活。透过这3种状态的概念，我们会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冲突其实来自于不同自我的角力。例如，明明想休息，却又听见脑中责备的声音，最后感到焦虑不安。这3种状态都会交替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。但问题是，很多人虽然长大了，却还停留在儿童或父母状态中，无法真正用成人心态来面对人生。此外，父母状态又可以分成2种，挑剔型，常常在内心提醒你不可以偷懒，你应该更努力；审判型，
则是更严厉的声音：你根本不行，你做的永远不够好。书中也提醒我们，童年的经验深深影响了人格和行为模式。比如，一个从小在严厉环境长大的孩子，可能很早就学会压抑情绪，因为表达常常换来的是批评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会变得自卑、焦虑，甚至长大后依然活在不够好的阴影中。当一个人长期活在这些声音中，就会陷入无止境的自我批判。即使外界没有人责怪你，你也会在心里听见那个挑剔的父母不停地鞭策自己。蛤蟆先生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，他的忧郁和不安其实都和童年有关。当苍鹭带他一步步回顾过去，蛤蟆才慢慢理解，原来很多行为反应不是自己很糟，而是过去经验留下的痕迹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？苍鹭告诉蛤蟆，只有进入成人状态，你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3个步骤。1. 承担责任，停止把问题完全推给环境、父母或社会。当你承认我也有责任改变，就代表你开始掌握主导权。2. 停止自我批判，学会爱自己。爱自己不是纵容自己，而是愿意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给自己鼓励而不是打击。3. 原谅父母，与过去和解。我们无法选择童年，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。原谅不是替他们开脱，而是让自己从怨恨中解脱。当我们能做到这3步，才真正具备成人心态。当我们开始用成人状态来回应现实，就能慢慢打破童年的情感束缚，摆脱过去的阴影，更自由、更真实的过日子。书中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——人生坐标。它把人际互动分成4种模式。1. 我不好，你好，自卑型，觉得自己永远不如别人。2. 我好，你不好，傲慢型，看不起他人，觉得只有自己才对。3. 我不好，你不好，绝望型，对自己和世界都失望。4. 我好，你好，健康型，既肯定自己，也能尊重他人。其中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第4种，我好，你也好。这种状态下，我们能和他人建立真正平等、健康的关系。它能促进合作，提升情商，也能让我们获得更深的幸福感。那么，如何活在我好，你也好呢？书中给了3个方向。1. 活在当下，不要沉溺在过去的伤痛，也不要过度担心未来。2. 理解自我，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而不是盲目迎合别人。3. 接纳他人，尊重差异，不需要强迫他人改变。当我们做到这3点，就拥有更自由、更成熟的人生。在最后几次会谈里，蛤蟆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真正的改变不在外面，而在自己内心。我们常常期待别人来拯救自己，或者希望环境变好，自己就能快乐。但事实是，只有自己才能真正改变自己。心理师可以陪伴，可以引导，但走出低谷的那一步，永远得靠自己。也许你会发现，蛤蟆先生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我们都曾经陷入自我怀疑，也都在和内心的小孩、父母对话。但这本书提醒我们，成为成人不是年龄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承担责任，停止批判自己，并且与过去和解。当你能够从心里对自己说我好，同时也能对他人说你好，你就真正找到了幸福的钥匙。